有缘人，人一旦开悟，命运就会量子坍缩，命就被改了。开悟的人的命是算不准的，修行人的命也是可以随时改的。只要记住这3点，你立刻就能开悟。首先，什么叫开悟？请记住一句话，只要你能成为你自己的观测者，你就能瞬间开悟。可能有人会问，成为观测者，这不就是冷漠、抽离、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吗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叫天大的误解。真正的观测，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石头，而是从一个身在戏中，与角色共悲欢的演员，变成一个坐在台下，看清整个舞台剧本的导演。你依然能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，但你清楚地知道，这一切都只是剧情，是暂时的，是生灭变化的。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当有观测者参与的时候，世界会瞬间改变。这就是量子坍缩，一种非常神奇的效应。人的意识竟然可以让客观世界发生变化，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开悟之前是发脾气，开悟之后是我看着我在发脾气，开悟之前是我在活着，开悟之后是我看着我在活着，开悟之前是我活在世界上，开悟之后是世界在我心中。你看见什么，什么就消失，你越看不见什么，什么就越困扰你。当你能看到你的情绪、你的脾气、你的欲望以及你的贪嗔痴时，它们就不再是你本身，而变成了你看到的客体。就像阳光下的冰块，一旦被觉知的光照到，它们就开始融化了。比如，当你允许自己焦虑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焦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抗拒焦虑，就像你用尽全身力气把一个皮球按在水底，你越用力，皮球反弹的冲力就越大，你的能量就在这场对抗中消耗殆尽。而当你允许焦虑时，你松开了手，让那个皮球浮在水面，你看着它，它就在那里，但它再也不能耗费你的心力去镇压。你觉察到自己有情绪的时候，情绪就开始消失了。这不是心理作用，而是一种真实的物理反应。再比如，同样是坐牢，一个人接受了牢狱，另一个人怨恨牢狱，结果就不尽相同。对于完全接受牢狱的人，牢狱反而就消失了。他虽然身在囹圄，但心是自由的，他可以在内心读书、修行、神游天外。而那个怨恨牢狱的人，他的心也被困在了比牢房更坚固的怨恨这座心牢里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。你讨厌的、恐惧的、对立的就会存在你接受的、理解的、欢迎的就会消失。真正束缚我们的，从来不是事实本身，而是我们对事实的定义、认知和思维。当你的认知思维改变了，那个束缚就消失了。你接受什么，什么就被融化在你的接受里；你抗拒什么，什么就被你的抗拒建立起来。
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允许一切随时发生。真正的强大不是打败一切，而是允许与接纳一切，允许世事无常，允许遗憾常在，允许愚蠢存在，允许有人不喜欢你。正是因为这一切的存在，生命才是完整的。你越在乎什么，什么越折磨你，你越拒绝什么，什么就越侵扰你。当你修到心性圆满，没有什么接纳不了的人和事，从此没有任何东西能束缚你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开悟的人到底牛在哪儿？他们早就摸透了老天爷的脾气，看清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，就连宇宙运行的那些基本规律，在他们眼里都跟看自家小区路线一样清楚。孔子都说50而知天命，这可不是随便说的。40多岁就能开悟的，那绝对是老天爷都偏爱的人。要是30多岁就开悟，你知道有多不容易吗？100万人中，或许只有1人能够真正醒来。为什么今天的内容，有一部分可能你花多少钱都没人愿意来分享，因为它触及了生命最底层的秘密。建议你先收藏，反复体会。开悟之后，人生就像开挂一般顺畅。我将用一个修行了10余年的开悟者的亲身经历和我自身修行的一些经验，来向大家揭示开悟的秘密。这位修行者说，开悟其实并不复杂，甚至可以说非常简单，但为什么100万人中只有1个人能够做到呢？并不是因为开悟太难，而是太简单了。这正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所说的，大道至简，就像鱼儿生活在水里，却往往忘记水的存在。我们生活在空气中，却时常忽略空气的存在。开悟也是如此，它是一种存在的状态，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束缚，但由于过于贴近，反而被人们忽视。开悟的本质是什么？他说，开悟是一种心灵的觉醒。为了让人更容易理解，他举了一个例子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经说过，人生看似复杂，但细细思索，无非是贫穷者追求富贵，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。不论贫穷还是富贵，人们几乎都会面临4大诱惑：金钱、名利、权力、美色。总结来看，人生的追求无非是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，但这其实只是人生的一半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一半。另一半的追求则是心灵的安定、淡泊与宁静，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佛性和真如。如何理解这层心灵的追求呢？我们不妨再次回顾一位传奇巨星张国荣。张国荣去世时，个人账户中有3亿美金，显然不存在物质困扰，事业上更是风生水起，成就无人可及。按常理来说，他已经拥有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财富、名声与精神世界，但他依然选择结束生命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他彻底体验过物质和精神的世界之后，
一个全新的领域，心灵开始苏醒了。这片心灵世界就像一个被忽视已久的孩子，在他内心深处不断的哭喊。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抚这个孩子，如何哺育这个心灵的小孩。精神追求与心灵追求完全是两个方向的游戏。精神层面像是在给房子做装修，追求越来越华丽，越来越丰富，这是在做加法。而心灵层面是在检查房子的地基，追求越来越稳固，越来越纯粹，这是在做减法。如果地基已经开裂，你把房子装修得再金碧辉煌，也终将难免崩塌的命运。精神层面追求非凡，心灵层面追求平凡。精神层面向往激昂，心灵层面向往淡然。精神层面重视获得，心灵层面强调放下，两者完全是两极反转的过程。因此，大部分人即便富有，才华横溢，事业辉煌，依然感到迷茫，因为他们只懂得精神世界的法则，却不懂心灵世界的运作方式。他们是优秀的装修师，却不是合格的地基勘探员。如何真正达到开悟的境界呢？这位神秘的修行者指出，通常有3种途径可以通向开悟。第一种，静心，许多禅修、瑜伽等修行方式，目的就是让大脑完全放空，让我们从思考的模式中抽离出来。有的人会说，我一坐下就胡思乱想，根本静不下来，怎么办？这又是一个误区。静心不是让你没有念头，这就像不让水起波纹一样不可能。静心的目的是让你看清念头只是念头，它像天空的浮云，来了又去，而你是那片永恒不变的天空。你不再追着云跑，也不再被云牵着走，你就静下来了。因为大脑本身就是一种干扰，一天要处理6万多个信息，一呼一吸之间皆是念，想要真正安静下来殊为不易。第二种，专注。在极度专注的状态下，人会忽略掉周围的事物，头脑里只有专注的这一件事。一个顶级的工匠在雕刻时，一个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，一个音乐家在忘情演奏时，他们都进入了这种心外无物的状态。就在这种状态的某些瞬间，会出现一个短暂的空隙，那是思考停止、觉知升起的时刻。这个空隙就是心灵之门打开的契机。第三种，爱是一条通往心灵的捷径，但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我们已经失去了爱与被爱的能力。有人会说，我爱过，爱得轰轰烈烈，最后还不是遍体鳞伤，我再也不敢爱了。这叫把交易当成了爱。我们所谓的爱，常常是带有条件的，是一种我给你这个，你必须还我那个的隐形契约。一旦对方没有满足你的期待，你就觉得被伤害了。
这不是爱，这是索取。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，它像太阳发光，从不问大地是否感恩，像雨水降落，从不问万物是否回报。当你真正懂得无条件的爱时，你便能找到通往心灵世界的钥匙。这就是佛家所说的大爱。西方讲身心灵，能量频率最高的就是感恩和爱。所以不管是西方的身心灵，还是东方的儒释道，其修行的本质方向都是指向类似的东西。除了上述3种方法以外，还有一种比较神秘的方式，叫瞬间顿悟。这种顿悟无法刻意追求，往往在经历了9981难之后，才会在某个特定的机缘下降临。这位修行者分享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。他过去读了很多禅宗的故事，禅宗顿悟的公案里，最多的就是当头棒喝，或者突然断其手指之类的。他听说开悟的感觉有多么美妙，羡慕无比，但也怀疑这种体验是否真实。他甚至幻想，有没有一天自己能像禅宗弟子一样，被师父打一棒，瞬间开悟。直到某天，他在咖啡厅遇见了一位年轻的女老师，对方个子不高，脸庞圆圆的，正在阅读《金刚经》。他凑过去问老师，你也喜欢《金刚经》？我也喜欢，但我看不懂。然后他又问，书中有一句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请问是什么意思呀？那位老师头也不抬，静默片刻后，突然猛拍桌子，暴喝一声，我凭什么告诉你？这一声暴喝瞬间让他大脑一片空白，所有思考都停滞了，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了，内心前所未有的清澈透明。虽然他失去了思考，但周围的一切感知都异常敏锐。他形容自己那一刻就像一口古井，静静地立在那里，没有任何杂念，也像一条小溪，清澈见底。这种觉知的状态持续了整整1个月，他才缓过神来。后来他才明白，这就是顿悟。这里我再延伸一下，注意听。这段分享以前可能花多少钱都不会有人告诉你。通过看这些禅宗的公案，我个人觉得这些师父在那一瞬间就是想让弟子体验空明的感觉。禅宗的棒喝就像在你高速运转的大脑处理器上突然拔掉电源，所有的程序瞬间崩溃， CPU 停止了运算。这时那个一直被运算噪音掩盖的最底层的操作系统，纯粹的觉知才显现出来。在禅修当中，很多人做不到空无的状态，都在冥想，但顶多是内心比平时更宁静，念头比平时少。冥想1刻钟或者半个小时，人会感觉很舒服、轻松、有精神，仅此而已。但很多人就连冥想5分钟都坚持不了，而禅定是在这个基础上
更深层次的一种修行。当你真正做到一念不生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刻，你会感觉身体消失了。说的再具体一点，这是个人见解，仅供参考。能体验到禅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刚开始，你会突然在某一刻感觉从心窝中间有一股类似于电流的感觉，从中心扩散到全身四周，就像扩散到你的神经末端一样。这个速度非常快，1秒的时间都不到就扩散了出去。第一次有这种感觉，你会吓一跳，所以这个感觉转瞬即逝。当这种感觉多次降临后，你慢慢适应了，不会再有吓一跳的反应，而是去感受它。这时你会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透明了，与空间的边界感越来越弱。我认为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道家有羽化升仙的说法吧。当然，这种透明感你也是从最开始的只能维持几秒，到后面可以维持几分钟。当你可以维持几分钟后，某一刻会突然感觉到整个身体消失了，这时你又会吓一跳，这叫秒断。因为这种感受你只能体验一下就马上消失，这叫控不住。当你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秒断后，能够控住这个感觉，那就叫定。你能定多久，就看你的修行造化。关于禅定的内容，暂时分享这么多。但是，开悟并不是你能禅定就叫开悟了，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修行。越是简单的事儿，反而越不简单。不要执着于这些身体的感受，它们只是路上的风景，不是目的地。刚才讲到的是顿悟，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顿悟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开悟并非遥不可及，而是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。这让我想起王阳明的龙场悟道。王阳明曾说，圣人之道，无性自足。意思是，圣人所悟之道，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本就具足，人人皆有成圣的可能。有没有发现，他悟出来的这个道理，跟释迦牟尼佛悟出来的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是如出一辙的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真正的智慧与力量不在外界，而在我们的心中。这便是心外无物，心外无佛，心外无道。当你研读很多经典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人类智慧最高深和最玄妙的部分，一定会在顶峰相见，因为本质都是一样的。心经里有一句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。这句话恰恰应对了道德经的反者道之动。什么是反者道之动？道是宇宙最高级的智慧，是一切万物的生化和本体。怎样接近那个道？反着来，你以为的有，实际上是真正的无，就像人一生所追求的功名利禄，到最后真的是一场空。而人以为的无，那个空性，那个清净心，却是统领万物的根源，才是真正的有。你的人生为什么活得那么累？因为你的方向全错了。
方向一旦错误，越努力就越错，如同南辕北辙。想要突破目前的阶层，一定要向上生长，而向上生长的核心就是反者道之动，逆着你的本性行事。贪欲升起时，取布施不是让你倾家荡产，而是让你从分享一个微笑、一句赞美开始，打破抓取的惯性。愤怒升起时，去沉默不是压抑，而是在情绪的烈火上浇上觉知的凉水，看着它，不让嗔心掌控你。懒惰升起时，去行动，哪怕只是整理一下书桌，走上5分钟，用行动的能量切断惰性的锁链。一旦学会和自己的习气较劲，学会逆水行舟，你就从一个被欲望掌控的傀儡，变成了生命的主人。你所获得的回报将是不可估量的。当你反者道之动，你就活在了道德自由当中，因为你做到了《道德经》中第2个字，叫做德。顺应天性，不是让你顺应你的欲望，因为欲望是后天染上的习气，清净自在才是你本来的天性。这个世界其实就你一个人，你的世界就是因为有你才存在，你没了，你的世界也消失了。庄子说，无生宇宙生，无灭宇宙灭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结婚，其实嫁娶的是你内心的投射，你无法原谅，心里痛恨的那个人，其实是你无法接纳的，你自己的某个阴影。除你之外，皆是幻象。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你，其他的一切都是你构造出来的，你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。所以你不用在乎其他人如何看你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让任何人从你的心里彻底消失不见，就像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你的世界你做主，不要因为任何人而不开心。我看网上有个人说，读1万本书也不会成为富豪。这些人始终理解不了，普通人要想成为富人，肯定是要大量阅读的，否则富不了，或者富不长久。而且他们的学习方式未必只是读书、看书、看资料、上课，向有成果的人请教，出门多见识、多经历，打工、创业，这些都是学习。然而有一个显著的差异是什么呢？普通人学习知识是为了填满大脑，满足我知道了的虚荣心，而富人学习知识是为了改变行为，用实践去验证，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。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善护念的高手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是能量，而你的心念就是那个最高级的能量控制器。正所谓你的起心动念正在惊动十方世界，你起的每一念，整个宇宙全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宇宙中一切都是心念释放出的假象。有人会说，这太玄了，我不信。但世界的真相就是，看不见的虚的东西
在控制着看得见的实体的东西，就像看不见的电脑程序控制着屏幕上看得见的画面。建筑图纸决定了盖出来的大楼。华严经所言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一切事物皆由心念而生。我们内心就如一面镜子，它映射了我们外在世界的一切，一切都是你心念的变现，一切都是你心念的显化。你一动念，就在改变你的命运剧本。为什么你会穷？因为你的念头是向外抓取的，你的潜意识里充满了我不够、我没有的匮乏感。你越是想得到，这种急切的情绪就越是强化你的匮乏能量。匮乏就一定会吸引来匮乏的生命状态，这就像一个能量黑洞，只会吞噬，不会创造。所以一切的一切，你根本就无需向外抓取，因为你内在什么都不缺，你本自具足。越是抓取，道给你的就越少。道的运动方向和人的意识思维往往是反的。如佛陀所说，众生是颠倒的，看似聪明的做法，实则是最愚蠢的做法。你仔细看看，因果都是反的。你想得，你就得先给，只有给了才能得。人的主观作用往往是自私，是为自己谋划、抓取。但是你越是为自己抓取的多，道给你的就越少；越是给别人给的多，道给你的反而更多。就像大地一样，你不给地粮食，地就不给你粮食。你给地一粒种子，地能还你一株麦穗。宇宙的规律就是，你给出去的一定会以某种形式回到你的身上。世界是一片空白的，你播种什么就生长什么，你创造什么就是什么。厚德载物，薄德载物轻，无德万物不在。在道家，这叫道在儒家，这叫致良知在佛家，这叫因果。易经有云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道的作用往往和我们看到的、想到的、做到的都是反的，这是老子让我们在自然中去悟的。很多人向往开悟后的顺遂与开挂，却不知道在那灿烂的黎明之前，往往有一段极其可怕的旅程。修行者称之为灵魂的暗夜，这才是通往开悟真正的考验，是筛选掉100万人的那道窄门。如果你正在经历以下这些，请不要害怕，你不是疯了，你只是在觉醒。第一重可怕，自我的死亡与瓦解。那个你从小到大用你的名字、你的身份、你的学历、财富、人际关系和所有观念辛辛苦苦堆砌起来的我，会开始崩塌。你会突然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，你奋斗半生的事业忽然觉得不过是一场游戏。你曾真实无比的感情忽然看清了其中的缘起缘灭，你曾坚信不疑的价值观忽然像沙堡一样在眼前瓦解。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，
迷茫和空虚，仿佛一夜之间，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。你站在人群中，却感觉自己像个孤魂野鬼，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。这个过程就像毛毛虫在结茧之后，必须把自己完全分解成一滩恶心的液体，才能重组成蝴蝶。这种自我被溶解的体验是极其痛苦且可怕的，因为这意味着你过去所依赖的一切都失效了。第二重可怕，关系的大清洗与彻底的孤独。随着你内在频率的提升，你会发现，过去那些与你称兄道弟、无话不谈的朋友，突然之间变得无法沟通。你开始关心意识和心灵的成长，他们却依旧热衷于谈论是非对错与名利得失。你分享你的感悟，他们会觉得你走火入魔，你对他们的抱怨和八卦失去兴趣。他们会觉得你变了，太装了，你不再愿意参与那些消耗你能量的酒局和无效社交，于是你会变得越来越不合群，越来越孤独。这种孤独不是简单的没人陪，而是一种整个世界都无法理解你的深入骨髓的孤寂。很多人因为承受不了这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，会硬生生把自己拉回到从前的低频圈子里，从而彻底放弃了觉醒的可能。他们宁愿在喧闹的昏睡中死去，也不敢在清醒的孤独中重生。第三重可怕，身体的总清算与业力的翻腾。当你开始走上觉醒之路，就等于你向宇宙提交了一份我要清理内部垃圾的申请。于是那些被你压抑在潜意识里几十年的旧伤、旧痛、旧情绪，会像火山一样集体爆发出来。它们会通过你的身体来呈现，你可能会莫名其妙的心慌、胸闷、耳鸣、失眠，或者身体某些部位长期疼痛，去医院却查不出任何问题。你也可能情绪剧烈波动，时而嚎啕大哭，时而暴怒无常，甚至会让最亲近的家人都觉得你神经不正常。请你一定明白，这根本不是病，这是你的身体在帮你排毒。那些陈年的能量毒素，如同藏在地毯下的垃圾，现在被一次性翻出来。虽然过程看起来又脏又乱又可怕，但却是深层疗愈的必经之路。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因为恐惧而用药物去压制，相当于硬生生把排毒的通道给堵上了，功亏一篑。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这灵魂的暗夜，请记住，这不是惩罚，这是净化。你不是在倒退，你是在升级。你感受到的所有可怕，都只是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。穿越它的唯一方法，不是逃避，不是对抗，而是带着觉知去拥抱这一切，允许自我崩塌，允许关系离去，允许身体清理。当你能不带评判的静静观察这一切在你生命中的发生和流过，你就已经走在了开悟的门前。
那扇门背后是真正得自由与光明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请和我们一起在评论区郑重地打下这句话：我是那个清醒的观测者。当你打下这几个字，这不仅仅是一句评论，这是在你自己的潜意识中进行一次深刻的模式切换。你不再是那个被念头和情绪拖着走的奴隶，而是向整个宇宙宣告，你选择成为那个清醒、自在、充满力量的观测者。这是一种强大的自我授权。当成千上万的人共同发出这个正念时，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集体觉醒能量场。这个能量场会反过来加持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在开悟的道路上走得更稳、更远。让我们一起点亮心灯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